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以康最近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罕见地提到了伊波拉和汉坦病毒的潜在风险。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即将再次面临停摆？对于每天穿梭在地铁、写字楼和商场的我们来说，听到这种致命病毒的名字，第一反应往往是担忧。但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也是最开放的航空枢纽之一，新加坡的底气从来不是祈祷病毒不来，而是拥有一套精密运转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在这些看似骇人的病毒预警背后，新加坡医疗系统是如何默默为你我筑起隐形防线的？以及作为普通居民，我们到底该如何建立理性的个人防疫策略？要理解部长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发出预警，我们需要先看一组全球公共卫生的动态数据。近期，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国卫生机构监测到，全球部分地区出现了与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而伊波拉病毒在非洲部分区域的局部风险也从未彻底消除。新加坡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和海运枢纽之一，每天有数十万人次通过樟宜机场和各个关卡进出。在这样的高频流动下，一种新型传染病从爆发地传播到新加坡，物理时间可能只需要不到24小时。面对这种必然存在的输入性风险，新加坡政府的治理逻辑非常清晰，信息透明是最好的疫苗。王以康部长的发文本质上是一种预防性预警，它不是宣告危机已经爆发，而是向全社会释放一个信号，国家传染病中心的实时监控系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风险，并且边境的移民与关卡局也已经更新了针对高风险地区入境人员的筛查标准。这种将危机管理常态化的做法，正是新加坡医疗防御体系的第一步，把未知的恐慌转化为已知的风险管理。那么，一旦防线被突破，我们的医疗系统扛得住吗？如果说边境管控是物理防线，那么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扛过公共卫生危机的，是它的基层医疗承载力。很多在新加坡生活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家祖屋楼下小贩中心旁边那间不起眼的家庭诊所，其实是国家级防疫网络的核心节点。这就是新加坡医疗体系中的静默守护者 PHPC， 也就是公共卫生准备诊所计划。数据显示，新加坡全岛目前有超过900间 PHPC 诊所，这个数字意味着极高的社区覆盖率和极短的响应时间。当全球性传染病预警拉响，甚至病毒已经出现本土传播时，新加坡不需要临时去搭建方舱，这900多间诊所会立刻激活应急机制，迅速切换为传染病分诊模式，承担起初筛和药物发放的功能。回顾之前应对呼吸道传染病的经验，新加坡医疗体系之所以能在各类全球健康安全指数中名列前茅，核心机制就在于严格的3级分诊系统。普通居民一旦出现发热或疑似症状，第一站绝对不是直接冲向中央医院或国立大学医院的急诊室，而是就近前往 PHPC 诊所。这种机制有效地将绝大多数轻症和疑似病例拦截在社区层面，避免了大型综合医院的医疗资源遭到挤兑。只有保住了重症 ICU 的运转，才能保住整个社会的生命线。大家可以现在回想一下，或者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是否清楚自己住家方圆1公里内哪一间诊所贴着 PHPC 的标志？了解这个信息不仅是常识，更是建立个人防御机制的关键。而接下来要说的，则是决定我们能否安心治病的另一重保障。除了医疗资源的分配，面对像伊波拉或汉坦病毒这样的严重传染病威胁，普通人内心深处的另一种焦虑往往是，万一中招，高昂的隔离和治疗费用谁来承担？这就要提到新加坡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的另一根支柱——经济防线。新加坡医疗体系的核心运作机制建立在著名的3M 制度之上，也就是保健储蓄、终身健保和保健基金。这套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强调个人责任，但同时提供坚实的政府兜底。首先，每个打工人在查看公积金户头时都能看到的保健储蓄余额，是你应对基础医疗开销的第一笔钱。其次，终身健保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国家重疾保险，能够覆盖绝大部分高昂的住院和大病治疗费用。
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患者耗尽了储蓄和保险额度，政府的保健基金也会作为最终的安全网介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获得基本医疗救治的权利。在面对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新加坡政府通常还会出台针对特定传染病的专项津贴政策，进一步减轻民众的自负比例。这种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民众因为害怕因病致贫而隐瞒病情或拒绝就医的风险。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生了病，不仅有地方治，而且治得起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防疫心态就会从恐慌转向理性配合。有了国家层面的医疗和经济兜底，作为普通人，我们日常又该如何行动？了解了国家层面的防御机制，我们再来看看，作为生活在新加坡的普通居民，面对部长发出的预警，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其实，新加坡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策略，早就写在了我们对抗登革热的日常里。国家环境局常年推行的周末全岛灭蚊行动，就是把传染病防控变成了一种社区习惯。面对未知的病毒威胁，我们需要建立的个人防线主要有3点。第一，建立信息防火墙。在社交媒体时代，比病毒传播更快的是恐慌情绪和未经证实的偏方。请务必将新加坡卫生部的官方网站或官方 Telegram 频道作为你获取疫情信息的唯一决策依据，忽略那些在 WhatsApp 群里转发的无来源截图。第二，做好跨境旅行的风险管理。如果你近期有出国旅行或出差的计划，尤其是前往卫生条件相对落后或有疫情报告的地区，请提前1到2周去诊所做一次旅行健康咨询，必要时接种相关疫苗。第三，保持常态化的个人卫生底线。经历了过去几年的考验，生病时自觉戴上口罩，勤洗手，不带病上班上学，这些不应该只是应对危机时的紧急措施，而应该成为我们在新加坡生活的新常态。防疫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让生活停滞，而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依然能够安心地去小贩中心喝杯咖啡，安心地送孩子去上学。总而言之，王以康部长的这次预警，绝不是为了制造社会焦虑，恰恰相反，他向我们展示了新加坡医疗体系最真实的一面。我们不是在危机爆发后才仓促应对，而是在危机到来前就已经开始管理风险。有了 PHPC 诊所的网络缓冲，有了 3M 制度的经济兜底，再加上我们每一个普通居民理性的日常防护，这就是我们在新加坡面对任何潜在病毒威胁时最大的底气。你对新加坡的这套公共卫生防御体系有什么看法？或者你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独特的防疫小习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让你对新加坡的政策和生活多了一分安心，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会继续做你身边最靠谱、最专业的政策信息速递员。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